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凯捡到和偶像恋爱的体验卡，28定律怎么定档又改档？杨幂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就这样成为了鹅厂的炮灰。刚刚官宣定档的《爱的28定律》，才过去2天的时间，就又宣布了改档的消息。虽然官方表示是因为技术原因，不得不选择改档延后播出，但事后却有网友爆出了内部消息，表示《爱的28定律》因为情节过度的娱乐化，踩了不少的红线雷区，这才在开播之际被临时撤档。机智还称平台都已经被请去喝茶了。不过在官宣的当天，半个娱乐圈的艺人都转发表示了期待，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鹅厂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定档，其实就是想要将《爱的28定律》当成炮灰。因为自从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完结之后，鹅厂的现代偶像剧就已经 QZKS 了，所以为了稳定喜欢追现偶剧的粉丝，鹅厂就将杨幂搬出来稳定局面。但不曾想，因为剧情中吻戏过多，又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播出，这才被附上了情节过度娱乐化的标签。自从进入10月之后，很多平台和卫视所播出的电视剧，基本都是以献礼、主旋律的作品为主，甚至很多娱乐性的综艺也在这时选择了停播。但鹅厂却自以为是的想要开先例，最终导致杨幂和徐凯两人被骂。虽然粉丝们还依然表示着期待，可单纯追剧的网友们却认为被溜的次数多了，突然就不太期待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《爱的28定律》虽被撤档，但杨幂嘉行解约一事却被实锤了。网传杨幂与嘉行解约的消息可以说愈演愈烈，直到《爱的28定律》定档后，网友们发现原本身为出品方的嘉行竟然直接被片方除名了。一时间，双方解约的消息得到了实锤。杨幂在嘉行的这些年里，为了大礼包而不断的牺牲个人利益。当初嘉行私自拒绝3生3世的邀约后，如果不是杨幂及时止损，那么嘉行的演员又有几位能够出圈呢？不过让杨幂最寒心的，应该还是《胡珠夫人》的拍摄吧。那时杨幂根本没有拍摄的打算，但嘉行却执意的让她出演。最终双方就这样拉扯了2天后，杨幂还是听从安排进行了出演。不过最终不仅这部剧反响平平，杨幂的口碑也因此受到了影响。所以从那时开始，杨幂就有了离开的想法。明明是自己一手带过来的公司，如今却总是干涉自己的决定和想法。直到近期，嘉行被《爱的28定律》片方除名后，便直接实锤了杨幂解约的消息，并且还有不少网友纷纷的表示称，其实杨幂早前就已经与其他公司有过接触了，并且其中还有一家是仙侠爆款的上市公司。一时间，粉丝们开始在华策和唐人之间猜测。不过大家认为，杨幂在离开嘉行后，她会选择进入哪家公司呢？万万没想到，《爱的28定律》的原定男主竟然不是徐凯。当初在28剧组筹备的时候，导演一眼就看中张新成来出演男主，因为剧中和杨幂是姐弟恋的设定。而如今娱乐圈中能够接住杨幂对手戏的年轻演员中，也就那么几个人了。最终为了找到一个既年轻又有颜值和实力的男演员时，导演这才锁定了张新成。可当张新成收到邀约时，他却直接的选择了拒绝，因为在《爱的28定律》筹备的时候，张新成的手里已经有了一部待播的偶像剧，是与童瑶一起合作的《微暗之火》，并且这部剧与28的设定同样都是姐弟恋中，为了不让资源重叠，剧组只好再次寻找其他演员。而徐凯就是在这时被导演盯上的，因为总是出演古装的原因，现代剧导演很少会注意到古装 NS 华。不过徐凯因为性格和外表都非常符合28男主人设的设定，
导演便直接邀约让他出演了杨华。徐凯则是因为收到现偶剧的邀约后，很快的就选择了答应。回当他得知女主是杨幂时，却被吓得又有了拒演的想法。毕竟杨幂的气场不是谁都能接得住的。最终看出徐凯的心思后，杨幂一句话化解了现场的尴尬。她向徐凯表示称：“你就当捡了一张和偶像恋爱的体验卡吧。”大家认为杨幂和徐凯的这次合作能否带来新的视觉盛宴呢？